宝子，你说如果上班可以无限重来，那你第一件事会做什么？这两个男人的答案是见一个打一个，画饼的领导打，甩桌的同事打，公报私仇的小人打，专门去健身房练板子也要打，打我汉子哎要打。我诱化了你。而这俩人可不是神经病，而是意外掌握了一门神技，甭管你犯了多大错，只要你一辞职，马上就能无限重开。原本这个叫刘奔的男人也只是个最老实的职场牛马，业绩被同事抢了一次又一次，大饼也被领导喂了一个又一个。可直到这天，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刘奔在早餐店遇见了他的偶像马杰，一个公司里出了名的正义之士。真没想到能在这儿看见您，您是我的偶像，我是咱们1处2组组长刘奔。奔，哦，奔组长，失敬，我就是来给您当副组长的，我是您的下属。那会儿刘奔哪知道马杰就是因为太正义，所以才被贬到了他们这个小小的分公司。但一腔热血的刘奔不这么想，他一心认定马杰就是老天派来帮助自己升职进步的。Magic， 你有没有过那种虽然是第一次遇到一个人，但一下就觉得这是你等了一辈子的那个人的那种感觉？对男的还真没有过。马杰可是个职场老手嘞，他可从没想过升官逆袭，就想老老实实上班挣点窝囊费。可刘奔不一样，他心里始终坚信，只要肯吃苦，领导就一定能看见他的努力和上进。但刘奔不知道，有时候越能吃苦的人，就越有吃不完的苦。的确是医术业绩的顶梁柱，但是真提拔了笨的话，谁干活啊？干最累的锅，背最黑的锅，这就是现实给理想主义者上的第一课。领导不是没看见你，而是看见了，但觉得你挺划算。刘备努力了无数次，可领导却总是告诉他下次一定，转手就把升职机会给了职场马屁精。至于老实人的死活，谁管你啊？马杰克说的对，公司都被你们这些自私自利、搞歪风邪气的人搞坏了。于是刘备在一怒之下他就怒了一下，能咋办？自己走人呗。马杰克，你跟不跟我走？啊？你是不是像我在菜园中忐忑，守着岗位加班加点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刘奔心中还有棱角，但马杰早就被磨得丝丝滑滑。我跟他完全不熟。原本这俩人都以为刘奔这一走，大家便会各自相忘于江湖，但谁知刘奔刚走出公司，无数悄然上演，眨眼之间，他们居然又回到了初次相识的那一天，然后又是一如既往的开会找架辞职，又是似曾相识的早餐店，摸了好久，二人才总算反应过来，他们这是触发时间循环了。刘备一下就懂了，天意呀，老天就是要他们利用这一点，不断复盘，不断进步，然后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而马杰也一下就懂了，天意呀，以刘奔的情商，他要不帮他，恐怕他俩这辈子都得困在循环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咱们是六马组合。真是一场靠无限独挡通关的职场逆袭，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刘马组合将一遍遍的试错，一遍遍的踩坑，然后一路往上爬，爬到那最高最远最巅峰。咱们一起升上去，打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的脸。以上就是暑期档的最新电影《年会不能停2》。作为3年前那部12亿票房黑马的系列新片，它依然饱含辛辣的职场幽默，也依然在那笑声背后藏着白骨森森的职场真相。看似是喜剧，但喜剧的底色也从来都是悲剧。主角在升职路上踩过的每一个坑，哪样不是打工人的日常经历？甩锅的同事，画饼的领导，没完没了的会议和无休无止的加班，组织的每一次无力感都像一把手术刀，在解剖那些我们敢怒不敢言的日子，那些让你大笑的桥段，也是让无数人流泪的真实经历。电影里的人有循环兜底，大不了重开一局，但现实中的我们却不能如此。房租、社保、生活费，哪样能让你随便犯错？无限流的设定，也许本质上就是把那句我们打工人心里默念了1万遍的话拍了出来，要是能重来就好。而这电影最戳人的地方，也不是这个无限流的爽剧设定，他懂你的委屈，也懂你的不甘，但他不灌鸡汤也不说教，只是用一次次荒诞的循环，给所有憋着气的打工人留了一个情绪出口。生活虽然没有重开键，但至少我们可以在影院里把积攒的疲惫和委屈跟着主角的巴掌狠狠挥出去。